想象一下，当你打开这个视频，发现自己穿越回到了100多年前英国的伯恩茅斯的街道上。此时夜色降临，街上零零散散的几个行人，只有路边的煤气灯发出微弱昏黄的灯光。正在茫然无措之际，突然一个巨大的身影从街道的另一头迎面走来，你简直惊掉下巴，因为你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如此高的人，仿佛一座移动的小楼。这位巨人在你眼前不远处停下脚步，熟练地用路灯点燃了手中的一根雪茄。借着灯光你才看清了他的脸庞，竟然是一个清秀的中国男子。没错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100多年前的这位中国巨人，一个呢曾被誉为19世纪最有名的巨人——中国巨人詹的詹仕差。虽然说这具体的身高无人知晓，不过呢，据估计身高约在8英尺，也就是2.4米左右就连姚明都得抬头看。在西方媒体的笔下，詹仕差呢被形容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国际巨星，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和商人。不过在华人圈里呢，由于时代的背景他似乎呢不太受当时国人的待见，甚至有人呢还不怀好意的嘲讽他，说是被卖到海外的展品。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詹仕差1841年出生在道光年间的安徽婺源县哲源乡红关村。詹仕差的身高呢属于家族遗传，据说父亲詹真仲同样是身高8尺，在婺源知县中被称之为红关长人。这红关村呢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詹仕差1岁多的时候呢，母亲带他去外婆家看庙会，这中途呢饿了，小詹仕差索性呢就站在母亲身前吃奶。此举呢是引来了不少村民的纷纷指责，都这么大了怎么还吃奶母亲呢连忙解释道，别看这孩子长得高，还不满2岁呢，别吓着他。长大后的詹仕差来到了上海打工，被英国人詹姆斯·齐泽姆一眼相中，并成功说服他去英国出道。这张照片呢拍摄于1871年，躺在詹仕差脚下的这位就是詹姆斯。从此詹仕差是漂洋过海，开启了跨越大半个地球的演艺生涯。1865年，24岁的詹仕差首次踏出国门，来到了大英帝国。他的经纪人詹姆斯显然是极具商业头脑，将詹仕差的首次亮相呢选在了英国繁华的市中心皮卡迪利的埃及厅，并贴出一个非常吸睛的海报。与巨人詹相比所有巨人都相形见绌果然这场商业营销就非常的成功。巨人詹的名号呢也是一炮而红，人们从最开始的猎奇心理，到最后无一例外的被他散发出的魅力而圈粉。这当时的一张门票呢要3个县令要知道当时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也不过是3县令9便士，如果换算成当下的购买力呢，大约是100英镑。这些钱呢足够在伦敦的莱斯特广场看上好几场好莱坞大片，甚至在西区剧院里享受2-3场中等价位的歌舞剧都没问题。表演的场景呢大概是这样的：在静谧的礼堂里，钟声逐渐响起，伴随着音乐家的铜铃声，詹仕差呢身穿充满东方风情的华丽刺绣礼服，手持精致的折扇，缓缓从舞台上的宝座上站起来。伴随着伟大的詹布尔卡舞曲的钢琴曲，詹仕差是缓缓走下舞台，向观众们问好，并与观众是轻声交谈握手。台下的观众是纷纷惊叹于他华丽的服饰，而詹仕差的举手投足之间呢，也透露出一股来自东方独有的高贵与温柔。悉尼先驱晨报在19世纪70年代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当他从一名观众走到另一名观众面前，与所有想要得到这种荣誉的人握手时，他的举止中透露出一股彬彬有礼、引人入胜的气质。
随着在英国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先后又来到了法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地巡回演出。澳大利亚国家肖像馆至今还珍藏着5张詹世钗的明信片，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情景。这些照片拍摄于1871年的澳大利亚，每张照片都通过将他与普通人的对比，凸显了他身材的高大。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照片中充满了对东方异域风情的刻画。历史学家索菲·库奇曼认为詹世钗被当作是来自遥远东方的代表，不仅高大，还是一位才智超群的绅士。据说詹世钗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以及6到10种不同的语言，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的罕见，也让他在世界各地巡演时能够与当地观众更好的交流，进一步增加了受欢迎的程度。詹世钗在英国的演出甚至一度受到了王室的关注。一位英国博主在介绍詹世钗的视频中说巨人詹曾见过包括威尔士亲王、剑桥公爵和其他王室成员和贵族在内的许多大人物，甚至还有可能见过维多利亚女王、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土耳其苏丹、德国皇帝威廉、泰国国王、奥地利国王等等。所以说詹世钗走到哪儿都是万人迷，门票都是靠抢的。1871年詹世钗去悉尼演出，市长亲自在政府大楼设宴款待，这席间还馈赠给他一块金表。据说这块表一直陪伴到詹世钗的最后时刻。不过另一种说法是这块表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的。无论如何反正就是倍儿有面的事儿。詹世钗不仅是个大明星，而且还热心慈善事业。在澳大利亚他将一场演出中收入的50%捐给了救济院。班迪戈的居民特地制作了蜡像以示感谢，在每年的班迪戈复活节博览会上展出。直到1895年，这个蜡像仍然作为博览会对外宣传的重要部分。在美国，它成为了 PT 巴纳姆大地之最秀的一部分，月薪高达是$500在当时美国一名普普通通工人的月薪只有$15。詹世钗的收入可以说是直接碾压了当时所有的职业。刊载在澳大利亚国家肖像馆网页上一篇署名为 Karen Vickery 的文章中总结了他的欧美之旅。这演出场景可谓是盛况空前，他那逆天的身高和来自东方神秘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当地观众。詹世钗和他的随行人员将他们的文化展现给了世界，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詹世钗不仅气质出众，而且是颜值在线。悉尼晨风报的专栏作家在1865年报道，以中国的审美标准来看詹世钗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英俊，她的表情异常温和，几乎有些柔美。尽管身材魁梧，詹世钗却被周围的朋友们形容为最尊贵、最温柔的男人之一。难怪每一个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对他的温文尔雅和对人友善印象深刻，人人都想成为他的好朋友。更要命的是他还是一个芳心做伙饭很多妹子是纷纷送出礼物约他出去玩，都被他礼貌地回绝了。结果这些妹子觉得他更帅了。一次一位澳大利亚女子送给詹世钗一束鲜花，这女子家境殷实，当场就提出，如果詹世钗肯娶自己为妻，许诺将自己在北十字交拥有的股份全部交给他来支配。结果还是吃了个闭门羹詹世钗压根儿不为所动。其实在詹世钗的生活当中也不乏红颜知己，她的很多照片里身旁都站着一位叫做亮夫的女性。只可惜1871年亮夫在澳大利亚病逝了。1872年詹世钗在悉尼结识了一位英国知名出版商的女儿凯瑟琳·桑特利，两个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在悉尼的公理会教堂结婚。这场跨国婚姻很是美满，二人婚后育有2个孩子，一个出生在上海，另一个出生在巴黎。可见詹世钗海外演出之余也会回到中国居住生活。据说他曾捐纳知府头衔，头顶4品顶戴，
这也就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他经常穿着古服和蟒袍拍照了。此外，詹世钗呢也是非常具有商业头脑的，每次出国演出都会带上中国的土特产，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呢卖给老外，也赚了不少钱。1878年，詹世钗患上了肺结核，退出了舞台，和妻子凯瑟琳定居在英国南部城市伯恩茅斯，开了一家茶室和古董店，用以出售中国茶叶、丝绸及古董珍玩。他在伯恩寺很受欢迎，詹世钗还经常邀请客人到家中做客喝茶，也喜欢夜间外出散步，顺便来上一根自己最喜爱的雪茄。1893年，随着妻子凯瑟琳的去世，仅仅4个月后的11月5日，詹世钗是因伤心过度呢，与世长辞，享年52岁。据说他的棺材长约2.6米。詹世钗曾经居住的房子呢，现在已变成了一家酒店。餐厅里早已没有了之前主人的一切物品，只是展示的一张旧简报和一张照片，仿佛还在悄悄地提醒着过往的人们，这里曾住着一位显赫一时的巨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光，这位巨人表示只想默默地离开人世，不希望任何人打扰自己。即使在他离世多年，人们依稀记得他那温暖和慈善的性格，以及在夜晚用路灯点燃雪茄的形象。詹世钗所处的时代是鸦片战争之后的50多年间，此时大清在西方列强的大炮之下不得不打开了国门。当时的很多国人在自卑心理的作用下，误以为詹世钗的海外巡演多半是出于一种悲惨且无奈的经历。诚然，这詹世钗在海外的生活并非事事顺心。比如说，他的经纪人詹姆斯为了保证票房就限制他随便上街走动。但客观上来看詹世钗的日子过得是一点儿也不惨，可以算得上是相当的滋润了。在当时，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落后，需要靠科技、富国强兵才能得到别人尊重的时代，他却凭借一己之力，用礼仪之邦的传统文化，靠着温柔和彬彬有礼的文化输出，打破了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而他自重自爱，让人对他是喜爱有加，礼敬尊重。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